高驰这一次的更新在场地赛上的表现非常不错。如果有内测资格的小伙伴们，赶紧去更新。今天是第13回大阪 Masters 陆上竞技大会。今天这个第二名的选手好厉害呀，感觉要追上了。选手要冲线了。这可能是我参赛以来第一次5公里没跑进分。哎，大家伙早喽！9月23号星期二，今天是秋分，日本这边秋分是假期放假，所以呢，这次的场地赛就是在周二早晨9点半起跑，现在8点半，9点开始检录，9点到9点10分检录。今天的项目还是场地5000米。现在已经在长居公园里了。今天因为休息，长居公园里跑步的人也特多，可能还有别的活动在公园的外圈里。start 地点就距离起点开始第14圈，正好是40公里。这儿以前是他们第一场什么比赛是在这儿办的，这公园地下都有标。14圈40公里，一圈2000，好像一圈2800多米。竞走的。本来今天都不想来了，因为昨天那个事儿到下午4点多还没弄完，就心态巨差。昨天我说今天不来了，后来弄完一想，来吧。而且今天我只要来了，我就是年龄组冠军，因为我这年龄组就我一个人。今天5000米是第一个比赛就是5000米，一共20个人，18男2女。刚才看天气预报，现在24摄氏度，湿度70%，还是挺热的哈。今天这比赛还有4乘100呢，4乘100，你们猜最大的年龄组是多大？最大的年龄组是 M75，就是75到80岁男子，4位我看都76、77的老先生，4个人来4乘100。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 M35的比赛。最后一次35到40的比赛，再过2天40岁了。坤奇哇，又一场，每一场一大厚本，纸还挺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男女5000，9点开始检录，就是去验鞋，然后给你号码。冈田先生就是大家每次都见到那位，他比我年轻，他才34岁，然后35岁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剩下都是40以上的。年龄最大的是64岁，有2位，62岁1位，然后50多岁的有好多位。小伙伴们有个好消息，你看，我检完录跟那儿拍摄的时候，然后一位先生送过来的，说我有资格去申请这个是大阪路协的一个竞技的接力赛，在这儿就从这里出发，绕长居公园分几棒。你看，第一区是田径场1/2周，就1/2圈，然后呢出去跑2圈，6.3公里。然后呢，2到4区都是每一个人跑这公园的一圈，2.8公里，差不多是2830多米。然后最后一区就最后一棒是公园1周加4/3个场地，3.5公里。只要是在大阪路联的，还真是 Masters， 你看大阪路协的大阪 Masters 所属登录的人才能有资格。大元先生跟我说，如果我在这些比赛上成绩特好的话，是会有人邀请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10月18号报名结束，我报完名看看能不能被选中。然后得把日文学一下，起码得会说谁跑第几棒，然后这些吧。要求是每个队伍必须有1名女性选手。冲了一个无糖的电解质，行吧。今天穿的导航大师，今儿没穿普通短裤，穿了个压缩裤，方便贴在大腿上那个号。今天还要试一个东西 ，Pace Pro 现在那个测试版的更新，它有2项都是优化田径场的。比方说像优化起跑摁表的显形速度啊等等。今天咱们 Pace Pro 上赛场，那就去检录了。咱们赛场再见。200m、400mと続きます。今天的大会马上就要フィールド开始了。競技はこの後10時から男女の走り高跳び決勝。
今天是第13回大阪 Masters 陆上竞技大会。今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5000米。在远处参加5000米的选手已经在起点准备了，在热身。今天5000米一共报名的是有20位，我看好像确定来参加的是19位。准备开始啦！本日最初のトラック種目男女の 5000m 決勝です。出場選手は男子が18名、女子が2名、選手はスタート後に紹介します。开始。一马当先。それでは男女の 5000m 決勝出場選手をご紹介します。福本康 M60、矢野秀和、森田博樹、瀬渡治 M55、小沢博、山口信之、横田秀樹、上野隆、M50、清田正明、檜垣隆、M45、大正信武、北義久、M40、萩野博之、久喜信春、瀬川浩二、M35、李博、岡田アトム、M25、米田健二、以上の18名。続いて女子です。W60、谷真由美、W55、野村文子、女子が2名。还有2位女性选手。现在第2名还是冈田先生。哦，冈田先生被超越了。说话间，不知道超越的是不是第一次见的这位 M25组别的年轻选手，之前几次比赛都没有参加，不知道他的实力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看看。男女の 5000m 決勝、先頭の選手がホームストレートに帰ってきました。現在先頭李博 M35、続いて岡田アトム M30、続いて萩野博之 M40、1000m の通過3分16秒、3分16秒。这解说没说对呀，第2名不是阿童木先生呀。冈田先生现在是第4名。哦，今天这个第二名的选手好厉害呀，感觉要追上了。距离很接近啊。哦，这位选手实力也很强劲啊。男女の 5000m 決勝、女子の先頭 W55、野村文子、まもなく 1000m の通過。
4分11秒、4分11秒。现在已经开始套圈了。后面这位选手离得很近啊，感觉实力相当。应该是那位年轻的选手。哇，好激烈，好激烈！男女の 5000m 決勝に出場している選手の皆さん、バックストレート中央に給水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水分補給に努めてください。我觉得后边那位选手可能采取了跟随的战术。さあ男子の先頭、まもなくフィニッシュラインを通過します。先頭 M35 李博、続いて M25 米田健二。对，第二名就是那位男子25岁年龄组的那位选手。我非常接近啊！哎呦，看得我好紧张呀！先頭まもなく 2000m の通過。2000m の通過は6分38秒。6分38秒。最初の 1000m は3分16秒。次の 1000m は3分22秒です。我觉得后边那位选手应该是留了余力了。还有7圈。后边那位选手的步子感觉挺大的。我距离还是跟之前一样。男女の 5000m 決勝、女子の先頭野村文子 W55 まもなく 2000m の通過です。2000m の通過は8分35秒。8分35秒。最初の 1000m は4分11秒。次の 1000m は4分24秒です。但这位25岁年龄组的选手实力很强劲啊！
加油加油！先頭まもなく3000メートルの通過。10分5秒、10分5秒。还有5圈。跟第1名的选手差距稍微有点大。女子の先頭野村文子フィニッシュラインを通過しました。今天冈田先生的状态好像也不是很好，起跑没多长时间，感觉就被超越了。あれ座ってるあれ違うか。柔軟みたいな人。あれちゃうな。フィールド競技は10時から第一極走路内側で男女の走り高跳び決勝が行われております。失礼しました。現在練習中であります。第一極走路で行われております。この後10時から行われます男女の走り高跳び決勝出場選手をあらかじめ紹介します。M75 杉原聡、M70 杉岡義嗣、黒木昭夫、西辻浩二、中谷明、中谷選手は欠場です。第1名还有1圈。今天第1名这位选手的实力确实很强劲啊。好，李选手也是最后1圈。
さあ残り100メートル。男女の 5000m 決勝、先頭フィニッシュは米田健二 M25、今フィニッシュです。16分42秒台のフィニッシュ。第一名16分42。好，李选手要冲线了。今フィニッシュしたのは萩野博之 M40。それではここでやり投げに出場する選手の皆さん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す。男子 A やり投げ、今橋よしこさん、大阪 M75、水口直之さん、岐阜、藤本健二さん、兵庫、上田純さん、大阪、高田浩二さん、大阪、いずれも M70。続いて M60 の部、松井裕二さん、兵庫、小坂部慎吾さん、京都、三尾純子さん、大阪 W60、川田綾子さん、大阪、同じく W60、田上弘子さん、大阪 W55、宮西幸雄さん、福井 W50。続いて走り高跳び決勝のスタートリストです。女子、太田恵子さん、京都 W70、黒岩沙織さん、神奈川 W45。練習が始まっておりますが、女子三段跳び決勝、遠藤明美さん、大阪 W65。男子三段跳び決勝、佐々木俊之さん、大阪 M65。今天累得不轻，他说一会儿再和大家说。直樹、和歌山 M50。続いて女子、山田節失礼しました。山田節大阪 W80。最近状态是不太好，才跑了17分15，比上一次慢了20秒，哦，特别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等这个解说过去。这可能是我参赛以来第一次5公里没跑进17分。我手表多掐了1秒，手表掐了17分14秒多一点点。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Pace Pro 更新完以后，好准呀，在场地模式没有之前的那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了。我刚才跟家属说，我说还有点小失落呢，不是因为不是第一名，是因为，哎呀，没跑进17分，差13秒，13秒，2秒多一点点的配速，一开始起步太快了。今天我想的是，感觉没有前段时间那么热了，哎，一会儿跟大家简单复个盘，然后再分享一下手表的更新。哎，小伙伴们，我们先看看成绩，手表记录的17分14秒93，赛会的记录是17分13秒57，就几乎是相近的，就是我摁手表的误差了。所以高驰这次的调整非常好。距离是5公里，这点其实可以给高驰提个建议，就是田径场就可以写成5000米，这样特别有那感觉。最快1公里3分16，平均3分27，今天确实是慢了，都没有进3分25，平均心率184，运动表现120%，训练负荷105。你们看配速曲线就能看出来，因为今天起跑有点快，起跑快的原因是就是今天人多，我那号特靠后。越靠后的就越在外边起跑，等于一下我抢过来那个速度我就有点收不住，而且呢，后边那位先生一直跟着我家属说在看台上看，他就仅仅在我身后，那位特别厉害，然后心率一下就顶上来了，但是今天最大心率188，就没有顶到那天那样，平均步频209，步幅1米39，我最大功率冲到了409，触地时间169。你看场地赛左右平衡就有明显的不一样，对不对？垂直振幅比只有4%，
垂直振幅5.5厘米，第1公里3分17，第1公里太快，第1公里我一看在3分20以内，我有点慌。我当时这样想的，就是有没有可能今天 PB， 因为3分20就是16分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想着掉也不会掉到那么多。第2公里3分21，当时我想 PB 没戏了。然后呢，第2公里半的时候，好像是那位先生超过我以后，而且他就很轻松就超过我了，一下就拉开我好多。我心态就不一样了，就有点炸，心态一炸就慢下来了。你看第3公里3分28，然后第4公里好，我记得是我又被一个人超过了，但是家属说他没注意。第4公里3分33，第5公里3分34，后边这第4公里、第5公里，从第3公里跑就不好，太极限了。而且今天差不多只能这样了。第1名成绩是16分42，对吧？16分42，16分42超我半圈了。都快套冈田先生1圈了，16分42，我拼命我也跑不到。但是其实就是我这种5000米，如果我稍微准备，应该轻轻松松，也不能说轻轻松松，应该可以随便进17，就费点劲。但是今天确实是不是太有斗志。跟大家分享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一段时间为一个比赛去调整状态的时候，练和吃就是这么着，吃睡练这3件事情。如果咱们排名的话，应该是睡、吃、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因为除非你现在在上升期，就是我刚开始跑步，我每天都能 PB 那种，那不算。如果像我这种，我其实每场差不多我就要维持我这个状态或者调整状态的时候，第1名是睡，第2名是吃，第3名才是练。因为你练，你只要维持一个稳定的节奏，不会差的。但是我这段时间为什么被影响了呢？就是这个牙这事儿一下影响俩事儿，影响睡和影响吃。我差不多那10天我就没嚼碎过东西，哎呦吃着这不开心。然后睡觉也是，牙之前是重感冒睡不好觉，牙之后呢就拔完牙以后那2天也睡不好觉，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拔牙我吃了几天的抗生素，导致整个就是人一吃抗生素，肠道菌群也受影响。肠道菌群一受影响，整个人你甚至连情绪都受影响。但是侧面说明一个事情，就是我以前的比赛，至少是这种场地赛，不管我是当成一个事儿认真准备，还是不当成一个事儿，我顺其自然稳定输出，我其实都尽力了。就我永远在一个尽力的状态下。你什么时候你的状态对你有影响，都是在你尽力的状态下就是情况下状态才对你有影响。比方说我如果只跑18分钟的5公里，我可以每场都跑18分整，我努力嘛，最后走2步我卡一下时间，也不会有状态的问题。状态决定什么？为什么你看半马、全马还有这种极限速度的场地赛会有这种事儿？就是因为这种场地赛我就一直得在一个极限状态下，那你的身体状态就影响是被放大。全马太长了，你的身体状态被放大，然后呢半马太激烈了，你的身体状态被放大。这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大家如果有内测资格的小伙伴们，赶紧去更新；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也很快了。高驰这一次的更新，在场地赛上的表现非常不错，真心话。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